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凭什么靠低调逆袭娱乐圈？你见过娱乐圈有这样一号狠人吗？别人一发新剧就发圈，洗微博、刷热搜，机场装造型，恨不得天上下框掉下来都拍2组照片让粉丝捧场。可谭松韵这位靠熬夜追剧才记住脸的小姑娘，后台角落蹲着喝水，被抓包还笑眯眯，微博上半年没动静，最新竟然是她外婆的自家辣椒。说一句实话，娱乐圈的新鲜事天天刷屏，刷到最后我们都快看得面瘫。就是这个不着急红的松韵，反倒成了一股清流，活生生把低调做人、高调做事这碗老面馒头蒸出了糖霜味。这是咋回事？低调这药难道也能治红？今天咱们捅破窗户纸，好好唠唠这低调养成记。娱乐圈火拼向来有2派死磕，一派走的是电光石火流，新剧一上线，热搜跟着来，合约堆的跟年终奖似的，寸步不离流量。另一派嘛，就是像谭松韵这样，人不在江湖，江湖却全是他的传说。有人这不就是懒得折腾的佛系吗？不玩人设不抱团，自个儿把自己放角落，还抱着保温杯发微信。你讲这种儿女情长，能在名利场打个水漂不沉底就不错。可偏偏观众就吃这一套，观众跟独立音乐人一样，见多了精包装的厂牌货，突然遇到个地摊上未经修饰的小玩意儿，哪怕壳子没打磨光都有滋味。明明该被流量一脚踢开的角落，居然让他混出了自己的地盘。到底是我们审美疲劳，还是低调本身有毒？这谜底先卖个关子。网上有个段子，别人追星是打卡签到，刷榜控评，控诉黑粉像上班打卡，追谭松韵倒像周末遛弯，偶尔买束花，回头一看花没谢，还长高了点。他演的角色也鲜有什么天降光环或者爽文 buff， 一部部剧都是接地气的不行的小人物。就拿锦衣之下那会儿，观众慢悠悠看完，弹幕集体喊夏天的冰镇汽水，戏里那份青涩和生活味让人嘴角上翘。到以家人之名他眼里尖尖，哭戏倒不是卖发型泪崩刷屏，肩膀一抽抽，眼圈一红，很多人能共情，这才是真的难过吗？你要说他角色单一，可生活里大多数的小人物好不容易谋个份饭碗，谁闲出病来演个逆天大女主？对真实人生来，这种烟火气反倒够真。一般明星但凡有点露脸机会，都恨不得把自己自来水粉丝养成矿泉水纯粉，上综艺、接广告、杂志拍封面。谭松韵倒好，综艺天价邀约摆到眼前，经纪人差点签了，结果姑娘一句怕撑不住场，戏还没演好呢。你别人靠综艺发财，他掉头扎进小成本剧组，晒黑的连亲妈都要靠呼叫卫星定位才能认出。你说这是倔？倒不如人家活得真实，不用刷脸，不用抢风头，踏踏实实演自己的戏。说到粉丝，这一群也都跟了主人脾气，别人家控评互撕，上赶着几百页小论文，他的粉圈倒好，追剧笔记、菜市场偶遇、30岁生日信攒成山，那画风跟隔壁大姐聊天没啥区别。多年后也许记不住谭松韵拿过什么奖牌，但一定有人记得她蹲着嗑馒头的照片。看起来混不出大动静，实际上圈里独此一家。不过低调这个东西，它也不是好使到100%。要说质疑的声音，娱乐圈最不缺。有人酸她戏路窄，老演少女，说句上海话，难不成还靠卖萌干饭一辈子？还有人抖机灵不会营销，综艺不捧，早晚的被风浪淘汰。更别提表面上风平浪静，被地理资源分配，流量倾轧，哪个不刀光剑影？当年金鹰奖陪跑提名，
一堆网友失望捧不红，就是天理难容。大家窃窃私语，这姑娘是不是就这几步棋啊？玩票准没戏。站在这个槽点上，还真让人一时说不出啥漂亮话。因为娱乐圈本来就讲究一个流量及正义，你要没话题，媒体就不会主动带货，没话题就没资本砸资源，大型 IP 项目给谁还不清楚。还有就是，这世道近来讲究人设编剧大赛，你不炒作，粉丝都不敢大声说爱你，怕被别人炒糊的没人管。低调久了，啥也不是的无名之辈案例，娱乐圈随便一抓一把。更残酷的是，真实低调往往最考验市场。没有热点，没有八卦，就凭本事，你要演得多牛才拉得起热搜。观众喜新厌旧，3秒钟定生死本是常态。若不是有点独特的角色和一口仙气的演技打底，松韵这株小白花怕早就被淹没在大潮中了。人家随便买个热搜都能爆，她30岁生日连个风浪都没有，多少有点落寞的意思。可你以为这就能难倒她？真要这么想，那就太小看诚实低调的生命力了。大多数人的人生其实就是不争不抢，默默做事，把一手烂牌打出点新意思。这世道叱咤风云的人不少，真正让人心头一暖的，往往还是那些没有大张旗鼓，只想踏踏实实活着的普通人。谭松韵身上有种梧桐布与樱花争春的味道，当别的女演员卷番位卷资本卷活法的时候，她选择漫漫长，随性开花，秋日落叶无人问却自有温柔。这仿佛把观众根本的情感需求揪出来了，不是每个人都要舞台中央，不营业也值得被看到。说实话，低调在娱乐圈行不通这话，其实以前不是没人信的。可现在，巨抛脸演技咖成了新一代的流量密码。打不打鸡血，观众一清二楚，你是表演机器，还是会为了一块蛋糕撒娇的邻家小妹，大家分得明明白白。松韵的流行是市场疲惫之后的逆流，是一种审美间的反弹。什么年代了，连坐地铁都要佛系找座的中青年，哪还能天天盯着荧屏等个努力营业的假笑？真诚就成了自带流量的香饽饽。就像那些被社交网络绑架的高端黑，必须浓妆艳抹才能见人，突然间素面朝天的谭松韵闯入，不抢风头反而更有分量。这种低调如养盆栽的追星模式，也悄悄改变着粉圈风气。别人粉圈动不动就鸡血互喷、卷字大战，他的小天地里却种满了温柔和善意。时间一久，导向是善良也能慢慢冲积分，花一朵番茄都不嫌弃。低调的温度就是这样点点滴滴沁进心里，让观众回到最初喜欢一位演员，喜欢一段生活的本心。可现实没那么诗意，娱乐圈的风云依旧换得飞快。去年不少本来低调温顺的艺人，因一场毫无预兆的黑料，几年心血灰飞烟灭。大家都懂，一个行业真正的底色从来不是清汤寡水。低调不端着，专心干活，在某些节点上是闪光，也可能在狠角色面前一文不值。比如你角色选错，市场口味忽然变了，观众没兴趣了，后台的资本谁还会守着你的无声美学？补一句，互联网滚滚向前，流量还是热搜才是硬道理。30岁生日没热搜，粉丝咋也酸不起来。参加综艺说不干就不干，粉圈都犯愁事业粉没法施展拳脚。连带着低调成了一种矛盾的光环，成者为王世传，败则默默无闻，到令人心疼。市场不会为你的不争不抢买单，一到分蛋糕的时候，还是流量说了算。外加生活压力大，谁不想追点爽剧，看点大动作的大女主呢？在鸡汤横飞的年代，能火多久终究由市场买单。谭松韵的低调生存法既让人感动，也让人焦虑。她是特例，还是未来新风口？谁都说不准。
他能不能稳稳地过好小日子，还得看后面风头到底往哪儿吹。说起来，低调本就是娱乐圈里的稀罕动物。咱也是服谭松韵固执地攀附在烟火生活的藤蔓上，远离流量大江大河，哪怕中奖率低到像买彩票，他也乐呵呵站在河边钓鱼。可有时候鱼不上钩，也得悠着点，莫让水花吵醒了别人。你说靠真诚和普通就能熬到最后？别逗了，娱乐圈的规矩就是看谁跳得欢。低调走红，这路子多少有点像买彩票中头彩，隔三差五的可能有人幸运，但别拿个案当成规矩，真以为路边梧桐都能比肩迎风而立。可话又说回来，不争不抢，不证明他不够好，或许之恰恰说明有些人生来就适合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安静生长。什么落寞淘汰，那不叫命运，那只是别人不懂他开的花有多香。夸夸他也是真心，我们需要一片不喧闹的空间，需要有人替我们认认真真的混日子，躲在生活的小角落自得其乐。知这种好运气，咱们别总当成腐朽变奇迹的理由，市场才不讲几句温情的废话。低调是不是王道？那还得看你到底硬不硬核。谭松韵的低调法则，是不是在流量为王的娱乐圈只属于极少数的幸运儿？要是大部分艺人都选择不争不抢，还能有人记住他们吗？你觉得娱乐圈未来到底需要刷流量的鲜花，还是愿意守住平凡的小草呢？评论区里见，咱们聊聊。